來過大內宿的觀光客很多，但你有在晚上來過大內宿嗎？未經落松的五家屋夫總是遊客爆滿，大部分的觀光客卻不知道，范成山旁邊也有一間保存完好，但沒有遊客的五家建築。福島的外國觀光客中，台灣遊客就佔了50%以上。想知道還有哪些角落沒有台灣人的足跡嗎？你好，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，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紀錄影片。我來到東北的福島，在這4天3夜的旅程中，我會先去參觀有日本九寨溝稱號的五色沼，然後再去有武士之鄉稱號的會津若松，最後再去日本3大茅草村落的大內宿。原本以為這趟旅程最精彩的會是自然風光和歷史遺跡，沒想到結束後，最難忘的卻是民宿的獨特體驗和人情溫暖。想知道這段旅程發生了哪些有趣的小故事嗎？那就跟着我的腳步一起前進福島吧。對了，我把這整趟東北的旅程整理成旅行筆記電子書，對行程安排感興趣的朋友，歡迎點選資訊欄的下載連結哦。我以為前幾天去岩手縣的花卷，那邊已經比較偏僻了。現在這邊叫做豬苗代站，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偏僻。我在這邊等公車，等一下要去五色沼，要在五色沼住一晚。我現在是越來越挑戰日本的鄉間路線。本來等車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，沒想到沿途越來越多人上車，感覺比較安心了。巴士是直接開到飯店門口。我今天先在這家梅魯 Q 魯溫泉飯店住一晚，五色沼就在旁邊。明天早上吃完早餐就可以直接走去五色沼。飯店雖然是西式的外觀，但裡面有一些日式格局的榻榻米房間。我訂了一間日式客房，現在開箱一下。這個榻榻米的顏色我比較少見，榻榻米的顏色比較深。窗口正對着磐梯山，感覺像是掛在房間的一幅風景畫。這是房間的平面圖，這樣就看得出來房間很多。原來這間飯店是以團客為主，來的時候坐公車以為這裡遊客很少，現在看來可以放心一點。為什麼我一直說人多一點我比較放心呢？因為最近日本一直放送熊出沒的新聞，五色沼又是自然保護區，我就很怕遇到熊。出發之前還買了熊鈴和口哨，希望不要派上用場。公共區域裡除了有間紀念品店，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戶外浴場。晚餐之前還可以先在 Lounge Bar 小酌一下。晚餐是自助的形式，菜色很多，
但我最有印象的是匯金名物味噌豬排，像是為明天的匯金若松行程先做預習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早上4點多天就亮了，我5點多就自然醒了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到，現在窗外其實有蟬的叫聲。那等下去走五色沼，我相信應該會有更多大自然的聲音。我覺得它的早餐比晚餐好。雖然晚餐也很豐富，但是以食材的精緻度或是賣相來說，我覺得早餐更好。等一下要去健走，所以今天早餐要多吃一點。我現在正要前往五色沼。這裡有一個遊客中心，看起來這邊還是有目擊報告，所以等一下還是要很小心。遊客中心是飯店員工推薦我過來的，出發之前會先對五色沼的景色和生態有更全面的了解。我現在正踏着叮叮當當的腳步前往五色沼，其實還蠻快的，走過來我覺得不到5分鐘吧，就到了毗沙門沼。我覺得這畫面好漂亮哦，湖、植物還有背景的磐梯山，畫面很有層次。五色沼是擁有大小約30個各種顏色湖沼的總稱，正式名稱是五色沼湖沼群，位在磐梯朝日國立公園範圍裡。步道全長約4公里，大約1個半小時就能走完。這裡有個傳說，可以尋找遇到幸福的鯉魚。這裡的顏色很漂亮，但我覺得鏡頭底下有點難呈現。一種綠有很多種層次。我很喜歡這種自然的風光，但這種看自然風光呢，對我來說有一個挑戰吧。這挑戰就是時間控制，因為有時候看到一個景非常漂亮，就會忍不住待好久。但像我等一下其實是要趕一班固定時間的公車，這班公車如果沒有趕到的話，今天所有行程就毀了。所以像這種會忍不住想要多看幾眼，然後這種時間控制對我來說比較困難。
我剛才在前面拍攝花了太多時間，以至於後來有點小跑步在趕路。官方建議是1個半小時的路程啊，但是因為我要加拍攝，2個半小時我覺得都不太夠。公車站旁邊還有一個更大的湖，這裡是快圓湖，今天已經沒有時間參觀這裡了。不過這就是我說的，每次的旅行有點小遺憾，才會有下次再出發的動力。從里盤梯高原站坐公車約45分鐘，回到竹苗代站。在車站前這間復古的吃茶店吃個午餐，就要前往匯金若松。其實車站這裡根本沒有其他用餐的選擇，但這間吃茶店保有很濃厚的古民家氣氛，很適合過渡到匯金若松這座復古的小城。從竹苗代坐 JR 不到30分鐘，就會到匯金若松。我來到匯金若松，這隻會搖頭的紅牛叫做阿卡貝口，是福島特有的工藝品，略帶喜感的味型加上祈福的寓意，是福島最受歡迎的紀念品。按一下它就開始搖頭，哦，還會唱歌。在匯金若松到處都看得到阿卡貝口的身影，我就要坐阿卡貝口的循環巴士前往第一站。哇，好熱！今天氣溫已經飆破30度了，才5月底耶。這幾天日本的新聞除了熊出沒注意，另一個就是中暑送醫的人數飆高的新聞。我的第一站是飯城山，上山可以爬樓梯或是坐電梯。我以前一定是用走路的方式，但是今天真的好熱，我現在要盡量的減少水分流失。飯城山作為匯金若松的必來景點，是因為這裡有一段悲壯的歷史故事。1868年匯金戰爭中，匯金藩一群15、16歲的青年預備軍，從這裡看向匯金若松城，因為誤會民宅失火而以為城池失守，基於武士精神而集體在這裡切腹。照理說匯金若松城應該很顯眼，但是放大了還是找不到。這些白虎少年的視力一定超好。我現在手機的倍數放到最大，終於可以看到匯金若松城了。這裡建有白虎隊19勇士之墓，有好多學生來這裡紀念這段歷史。不過，我來這裡最主要的目的，其實是要參觀這間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築。這棟建築非常非常的厲害，它上去跟下來是不同方向的階梯。匯金龍螺堂外觀看起來是一座六角形的塔，周圍纏繞連綿不斷的傾斜屋檐，外表非常怪異。建於1796年，高約16.5公尺，最早叫做正宗寺。明治時期才把本來供奉的33座觀音像移到別的地方。這裡最特別的就是順時鐘上去，逆時鐘下來。龍螺堂的設計師其實並不是建築師，而是時任住持玉堂禪師。根據研究，這裡的結構很可能是受到達文西的作品所啟發。頭上有好多古時候的小廣告。這裡就是最頂端。
走到最頂端的太古橋，就會變成向下的坡道，和剛剛向上的坡道完全不會有交集，像是一棟建築裡被分割成兩個平行的異次元世界，雙重螺旋扭曲出無限的幻想。離開讓人產生空間錯亂的龍螺塘，一旁還有個不斷湧出泉水的洞口。驚人的出水量，據說當年戰敗的白虎隊少年也利用這條洞穴撤退到范城山。從這裡往山下走，幾乎沒有遊客和見學的學生，加上一點點錯覺，感覺少了人聲，氣溫也沒那麼高了。舊龍澤本鎮是藩主巡視領地期間的休憩所，戰爭期間變身為指揮部。茅草屋頂的書院建築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。難得的是，經歷過動亂，正門、寢室和候客室都還保持完好的狀態。我去年有去过金澤，金澤那邊也是有很多武家屋夫，但我覺得這邊的規模好像比較大一點，而且保留下來的物品非常多。連生活的足跡都保存得很完整。建築後方有一個遠洲流庭園，由於完全沒有其他遊客，可以很愜意地坐在園側看着庭園發呆。這段放空的時光，是我在福島4天的旅程中最能獲得寧靜也最自在的時光。哇，還有一個很真實的歷史痕跡。室內隨處可見彈孔和刀痕，像是訴說着當年的戰火歲月。理性的建築結構中，多了一些真實的溫度與故事。我去買了這一張一日券，今天會跑的景點比較多，所以今天買這一張會划算非常多。福島之旅第3天的第一站，要延續昨天的武士精神，去參觀一座規模很大的武家屋夫。19世紀末，會津被捲入了戊辰戰爭的漩渦，戰火所及，武家屋夫幾乎被燒毀。現在的武家屋夫其實是修復後的建築，集合歷史遺跡、手工體驗、資料展示和餐廳，是一座大型的歷史主題博物館。政務是代官統治領地時設置的機關，明治之後，這類建築漸漸被廢棄。一旁有間依照會津若松城本丸恢復的茶室，
茶室的建造者是千利休之子，顯得格外有分量。我覺得這個雕像很能代表武士的氣勢。在古代，只有上級武士才能進出這扇表門，所以我們也要抬頭挺胸地走進來參觀。旁邊細長的建築片長屋，集合了警備所、家臣住房和轎子房。這應該算是古時候的車庫了吧？這門口的玄關非常氣派，同樣是上級武士才能進出的門口，可以直接上下轎子離開。進來後，這大概是我參觀過最大、最豪華的5家建築了。除了檜木和雪松等高級建材，還有多達38個房間，保留了生活痕跡，還能看見武士之間的階級文化。圍牆一角還可以看到匯金落松城，這讓我聯想到要時時觀察老闆一舉一動的秘書。五家屋夫規模雖然很大，但是參觀的遊客和見學的學生很多，和前一天的舊龍澤本鎮相比，我更喜歡那邊的安靜，能更沉浸地感受古蹟的優雅，也能更專注尋找歷史足跡的細節。接着我來到有600多年歷史的御藥園。御藥園庭園，這也算是一個非常小眾的景點。不過我就是很喜歡逛這種小眾的庭園景點。御藥園的名字由來，其實就來自於這片種滿草藥的庭園。匯金松平藩的歷代藩主不斷完善這片藥草園，種植能夠預防和治療疾病的藥草，曾經是匯金文化繁榮發展的舞台。中間經歷過戰亂荒廢，現在的樣貌是明照庭師小堀遠州的弟子於1696年翻修建造後的庭園。御藥園是磁泉回游式庭園，面積約1.7公頃。江戶時代的封建領主，也就是大名，開始流行在宅邸裡建造大型的庭園。這種風格後來發展成為日本庭園的主流，也就是大名庭園。大名庭園的特色就是圍繞適合漫步的池塘，種植充裕的林木景觀。庭園北面借景范城山，向東可以欣賞到雄偉的磐梯山。
這裡也有假的流水瀑布。新字池中央有一個1696年建造的樂壽亭，角落的3層石塔雖然隱蔽，卻有整座庭園的最佳視角。畫面構圖層次豐富，聽說冬天的雪景更是一絕。有2隻非常有品味的鴨子，一直站在這邊看風景。繞着庭園漫步一圈之後，還可以在御茶屋御殿裡喝杯抹茶。走進巨大的茅草屋頂建築，坐在藩主專用的房間，感覺自己的氣質都不一樣了。御藥園的遊客不多，是繼舊龍澤本鎮之後，另一個我很喜歡的會津景點。但這裡比舊龍澤本鎮多了一分優雅，時而細膩，時而開闊的視野，堆疊美感的層次，讓本該氣勢雄偉的武士之鄉，多了一分溫柔的光影。接着我來到有鶴城之稱的會津若松城，天守有5層樓，照理說這個高度在城郭入口就會看見，但要走到很接近的距離才會看見天守。我猜應該是出於防禦的目的設計的。會津若松城最大的特色是日本唯一的赤瓦天守閣。因會津地區冬天低溫多雪，研發了富含鐵質釉料的紅色瓦片，反而成為極具辨識度的外形。天守下方有好幾個適合拍照的機位，無論是哪一個，都能展現天守的氣勢。天守內部除了1樓的常設展區不能拍照，其他樓層都可以拍攝。原來這裡最早只是藩主的宅邸。1593年，蒲生氏鄉建造了日本東部第一座完整的天守閣，而得名敦賀城。1868年戊辰戰爭期間，敦賀城承受了新政府軍長達1個月的猛烈進攻，以堅不可摧而聞名。同樣的故事，我在熊本城好像也有聽過。不過，雖然抵抗了進攻，卻在1874年的廢城令中遭到拆除，像是對反抗軍進行最終的壓制。現在的天守重建於1965年，嶄新的結構卻抹不去戰爭的傷痕。參觀的時候一直有種悲壯的氣質。站在天守頂樓看向開闊的城市景色，反而會覺得自己很渺小，像是歷史洪流中的一粒沙，對於趨勢的變化卻無能為力。城郭範圍內還有一間茶室麟閣，這裡和茶道宗師千利休有很深的淵源。千利休被豐臣秀吉賜死，當年城主蒲生氏鄉生怕茶道就此絕跡，於是幫助千利休的兒子少安長生避禍。麟閣就是少安作為報答救命之恩而建造的茶室。紅色的屋瓦和白色的城牆，在湛藍的天空下顯得更有歷史張力，
快速流動的白雲，像是時代的腳步，卻映襯了匯金洛松城那股不服輸的氣勢。第一天在豬苗代站，就看到野口英世的人形立牌和簡介，想必是福島非常重要的人物，總算有機會可以好好認識他了。野口英世是一名細菌學家，曾經獲得3次諾貝爾獎的提名。野口英世青春館1樓是間復古的咖啡廳，2樓的展區空間雖然不大，卻充分展現他的畢生信念和勵志人生。這裡只收現金，我後來才發覺，這也許是售付窗口的小小貼心。日幣舊版千元紙鈔上的人像就是野口英世，用現金支付就會記得要拿着鈔票和野口英世合照一張。結果我在這裡一直觀察建築的氣氛和他用過的物品，根本就忘了拿出鈔票和他合照。這就像是去平等院鳳凰堂沒有拿出10元硬幣合照一樣的可惜。接着我要前往3大茅草村落之一的大內宿。通常的安排是住在匯金洛松，以當天來回的方式參觀大內宿。但是我就是不喜歡通常，所以嘗試了一個比較小眾的遊覽方式。殊不知，這個決定將為我的福島之旅創造非常難忘的回憶。坐匯金鐵道到湯野上溫泉站，坐上民宿老闆的接送車，開啟這段奇妙的旅程。哇，他竟然把名字寫在歡迎板上，第一次遇到。和一般遊客不一樣的是，我選擇在大內宿附近的民宿住一晚。我訂這邊最主要是這邊有提供一個體驗，非常難得，就是夜遊大內宿。由於大內宿晚上根本沒有公眾交通可以到，為了看到不一樣的大內宿，我就訂了這間民宿。就來開箱一下這個房間。這個空間大概2個人住或是小家庭住都沒什麼問題。看，這就是真的被大山環抱。我剛才有取得老闆的同意，可以在公共空間裡面自由的拍攝。這裡還有大浴場，我打算夜遊完大內宿，回來再來泡湯就好了。這裡的晚餐也大大超乎我的期待。不但遵循懷石料理的上菜順序，口味也不輸外面的懷石料理餐廳，而且分量非常多，就像是老闆怕我們吃不飽一樣。有魚、有蝦、有牛肉，還有好多當令時蔬，搭配各種烹調方式，這裡根本就是包着民宿外衣的高級料亭吧。我們要提燈籠去大內宿夜遊，這應該是最特別的體驗。私、アキラって言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。はい。
在車上，一群互不認識的旅人越來越興奮，好像回到大學的時光，竟是朋友相聚時的快樂與期待。今天接近滿月，在滿月的時候夜遊大內宿，還蠻浪漫的。大內宿是江戶時代從會津通往江戶的重要通道，作為驛站而繁榮一時。如今的大內宿雖然少了當年的重要地位，卻仍保留了當時的街景，成為濃濃復古情懷的特殊風景。前面是一個廢棄的高中，這幾個年輕的日本人對我很好，他們知道我從台灣來，聽不太懂日文，還會特別翻譯給我聽。微弱的光線下，雖然很難在鏡頭下呈現大內宿的風貌，但實際走在這裡，卻能深度沉浸在復古的風情中。走上台階，我們要去最經典的視角，看看整條大內宿街道。雖然影片拍不出古街的樣貌，但這個視角能為今晚的復古浪漫留下最好的注腳。我前面這位年輕人，他很像我的保姆，很照顧我，有點受寵若驚。回到民宿已經快10點了。泡個溫泉後，和老闆還有這幾位新朋友在大廳接着聊天。11點多才回到房間休息。本來以為在山裡住宿會沒事做，沒想到滿意的人情味，卻比城市裡的住宿體驗還充實。5點我就自然醒了。坐在房間看着山發呆，這就是我最想體會的鄉下時光。翻看民宿簡介的時候才知道，這裡以前是酒廠，轉型成民宿將近50年了。我剛已經泡過早上的溫泉了，然後打扮過後，我就出來散步一下。我聽老闆說，我是第一個入住這邊的台灣人。因為老闆不會說英文，所以他之前其實是不接待外國人的。今年初開始呢，可以透過那個網站預訂，然後需要溝通的時候就透過那個網站的員工來溝通。那到這邊雖然他不會講英文，但是會用翻譯的軟體來溝通，所以我覺得入住上面沒什麼問題。只是有一點就是，因為我是第一個入住的台灣人，他很興奮，所以昨天去大內宿的路上，他跟大家在介紹的時候，會時不時的 cue 我一下，問我的感覺是什麼。他非常重視我的感覺，但是因為我日文其實沒有很好，所以有時候我是聽不懂他在說什麼的。不過也還好，昨天有3個年輕人，他們對我非常照顧，會幫我翻譯，是另外一種溫馨的感覺。日式的早餐，早餐一樣沒讓人失望，但我吃着吃着卻覺得有點小感傷。這裡有種錯覺，明明是很悠閒的氣氛，時間卻過得非常非常快。我馬上就要退房了，其實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。我覺得這邊安排得非常充實，一直有事情做，一直有東西吃。如果要來大內宿，我還蠻推薦來這邊住1晚的。這位小哥哥很熱情。吃飽飯，老闆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，再送我到車站。我在日本還沒有自駕過，所以這也算是一種另類的自駕吧。
現在老闆單獨帶我來一個小秘境，這邊有一個小洞，裡面會很涼，所以我現在要進去體驗一下。哎，真的，嘿嘿嘿，進來就有點涼哎。嗨嗨嗨嗨，少し寒い。這也算是岩壁，但是裡面有很涼的風透出來。下の方が冷たいんだよ。この辺ちょっと手やってみて、この。非常神奇的小秘境，這真的是住民宿才會發現的小地方哎。一出來就是正常的溫度，甚至有點熱。這裡還有一個。石こう触ってみて、こう下。哦，它這邊是哎，這邊反而是地板比較涼。現在外面已經20多度了，然後這邊是只有4度而已。所以啊，一定要來住一下民宿，真的會有很多住飯店不一樣的體驗。離開之前還能體驗到這種秘境中的秘境。快到車站，還有最後一個小景點。這個叫夫妻石，左邊的是男生，右邊的是女生。就像這個被分開的奇岩一樣，我和老闆也要分開了。坐上預約的園遊號巴士，我要去看看白天的大內宿。雖然昨天有來過一次，但現在白天再來一次，好像也是第一次來一樣。走進主幹道，和昨天晚上的寧靜呈現完全不同的氛圍。白天的大內宿非常的熱鬧。今天的天空非常藍，完全沒有雲，然後屋頂又是這種土黃色，背景是綠色的山，整個畫面非常的漂亮。晚上的大內宿感受的是氣氛，而白天的大內宿欣賞的是細節。昨天晚上看不清楚的構圖，現在可以好好的刻畫在腦海裡。有一間街道展示館，可以進去看看茅草屋的內部格局。這棟建築是重建的問屋本鎮，大內宿是古時候的驛站，而問屋的作用就是將貨物轉由馬匹承載運送的中繼點，可以理解就是現在的轉運站。所以問屋本鎮裡面除了有讓人休息的房間，另外也有馬廄和寬廣的土間。另外2大茅草屋村落的美山町和合掌村，比較像是散落在山間的房屋排列。而大內宿不同的是，街道非常整齊，遵循江戶時代的驛站建築規章，房子全都面向街道，而且保持均等排列。再次走上瞭望台，視野比昨天晚上清楚多了。雖然少了夜晚欣賞時的寧靜，來往的遊客卻像是重現了往日驛站的繁榮。
這裡有個很特別的名物，就是用大蔥吃蕎麥麵。但是現在已經30多度了，熱到我完全沒胃口，只好放棄這個特別的飲食體驗。長約400公尺的街道，兩旁將近50間茅草屋，現在多作為土產店。漫步其中，像是時光倒流，重溫江戶時代的質樸，也為福島4天3夜小旅行畫下完美的句點。這趟福島4天3夜的旅行，應該是我安排過難度算很高的行程。公共交通的班次不多，要算得很精準，銜接起來才會順。加上住宿地點還要和交通並行考量，而且3個晚上要換3次住宿地點，是比較辛苦的旅行方式。以安排上來說，一定還有更好的方式，但就以看到的風景和遇到的人情故事來說，這段旅程卻又是那麼的難能可貴。穿梭在多彩的湖沼間，漫步在厚重的歷史裡，沉浸在古典的氣氛中，最後被簡單而純粹的人情味療癒了身心。我把這段行程都寫進旅行筆記電子書裡了，除了交通的時刻和民宿的預訂方式，還有一些旅行過程中的實用小技巧，像是交通預訂或是空手旅行。喜歡日本自由行的朋友，歡迎下載哦。離開福島後，我接着前往日光，那裡除了有世界遺產日光東照宮，還有神秘又優美的中禪寺湖。想知道我在日光還看到了哪些風景嗎？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通知，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了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So grit your teeth and twist the knife.